大家好，在上一片更换水龟节温器那一片里面，因为赶时间的原因，有些细节后续的细节我没有跟各位交代，所以今天趁现在天色还蛮亮的，我赶快跟各位解说一下。现在看到是我全部恢复的状况，然后我水都加完了。然后副水箱的水位也都，我原本是补比较高，然后它现在就慢慢又补充回去了。那水规划完以后，我们该如何做检查？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先检查看看水规有没有额外的泄漏。哇，手电筒太强。那再来就是先看看水龟盖四周，就是垫片那边有没有额外的漏水。目前现在看起来都没有，因为我加水的过程中，就是发动引擎嘛，让水泵浦下去打水，然后等待水龟开启以后。补水就跟之前我拍如何更换水箱水的过程一样，但是由于这一次是更换节温器，所以有一点会比较特别，就是如果你们是其实在换水的过程中也可以这样做检查，就是如何去检查你的节温器是否有在做动，就是温度到了它有没有开。那个方式就是可以看到我的水箱水，我现在是补比较高了。那如果你们仔细看水箱的话，你可以发现水箱盖下面这边，从这边到这边，它这一块比较高，所以你们把车停在平面的时候，如果有空气，它会往这边跑，往上跑。那你们在补水的时候，你只要补到跟这个面齐就好。就是因为我现在补满了，可能用看的看不出来。就是如果你们水还没补的时候，你仔细看，它在这个小圆孔里面，不是外面这个大的哦，里面这个小圆孔。如果水再少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可能每个水箱不一样，反正就是你尽量先不要满到这边，大概就满到这边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去观察，因为水龟节温器还没有开启的时候，它的水面是蛮平静的，可能只有微微的流动，因为那个节温器上面那个小孔的关系。但是而且你们在换水过程中，如果你一次都补太满，引擎发动以后，那个水泵浦在打的时候，很容易把过多的冷却水流掉，冒出来会冒出来流掉，那个算蛮浪费的，而且也会造成污染。所以我建议就是换水的时候，不要加到满出来。就直接加到这边就好了。你只要有淹过那个水箱，它里面那个孔位，只要有淹过它高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引擎发动，让水位一直保，当然水吸下去就是补水，但是不要补超过这边。这样讲懂我意思吗？就是尽量就补到这个，补到这边就好了。第一，我们可以观察它的水流量，因为如果水龟开启的话，它会经由上水管往这边冲。因为如果你补太满的话，如果上面都是气泡的话，水在这边流，你根本看不出来。像我在加水的方式就是，我加到这边就好。然后它如果少下去再补，但是最高一面我就是保持在这边。
然后等其实的温度表有误差，我的温度表如果只上到一半的时候，就是已经表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的时候，我的节温器是还没有开的。但因为我有外挂水温表，所以我就是有观察到我的外挂水温表显示已经超过80度了，所以我就回来这边看，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有水流在跑。当然空气也是往这边，但是因为我没有加太满，所以就算有气泡，我可以看到气泡一直在那边旋转。这时候就可以判断你的节温器有打开了，因为水流已经开始在快速的流动，已经开始在循环了。这个就表示你的节温器是正常的，或者说你新换的节温器是好的。当然，节温器刚买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跟一般的测试一样，你就煮一锅水，然后把节温器放进去。那节温器温度到了，它就会慢慢的打开。当然，这也是方法之一啊。但是基本上你买新的节温器回来，会是坏的几率真的非常低。当然，不排除有牵网的可能。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这样子做是最好，就是另外再煮一锅水去测试节温器是好的坏的，我们再装上去，这样是最好。那我这个方式就是可能比较适用于你不是换节温器，而你只是单纯的换水而已，或者说你怀疑你的节温器出问题，你就可以先把你的冷却水抽掉一点，让水位降到这边，降到这个小孔以下，然后你去发动车子，等温度到了以后，你去观察水流有没有在跑。当然，如果你一发动水流就在跑，表示你的节温器就是在漏水，就像我之前一样。那像在上一片，我那颗节温器，我后来观察的结果是，它那个防水胶圈硬化，然后又撑大了，所以导致它的那个阀门关不起来。在上一部影片里面有看到新的跟旧的节温器，它密合程度不一样，所以我那颗节温器应该说它关不紧，它导致它一直会在做循环，只是它的循环会比较小，就是因为它关不紧。那这个是去检测你新换上去的节温器是好是坏的方法之一。然后换水的时候，就是不管你是要测试节温器，还是只是单纯的换水，我都是建议水不要加超过这个小圆孔，你就加到接近圆孔就好，就是在这个凸起这一块。你只要淹过这边比较低，我不知道这样你们能不能看出来，这边比较低，然后到这边它会慢慢的凸起。如果你们自己看你的车的话，会比较明显，就是你只要有淹过这一边就好了。反正这边比较高，所以空气一定会残留在这边。然后第一也是因为引擎发动水泵不太动的时候，它或多或少可能因为节温器还没有开，它可能会有逆向流的问题存在，然后尤其在换水的时候，可能需要补一下油门，在这过程中水会倒冒出来，你会浪费掉很多冷却液。当然可能冷却液一桶没多少，但是有时候流到地上，可能小动物误食，或者说可能就会污染地面都有可能。所以我建议就是不管是只要是牵扯到更换水箱水，一开始就是不要加到太满，就是加到这边，然后等节温器开了，确定水流有在开始的比较大量的流动，然后这时候在熄火之前就可以先把
冷却水补满一点，然后水箱盖上去，然后把副水箱的水补到上限再高一点，因为可能有很多小气泡，那个可能必须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比较快，水帮浦比较快速的运作下，那些小气泡才冲得出来。然后冲出来以后，当然那些空气排出来以后，里面的水就会减少，然后反正到时候它会再吸回去，这样就 OK 了。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我冷却水我加到这边，我就是补充完以后把副水箱的水加到这边，然后你也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整个吸下去了，它就补充回去了。这样子做对观察节温器的运作或者冷却水的外流一些污染干嘛都会有比较好的帮助，就不会去浪费过多的冷却原液、冷却水，也不会造成可能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是在家里的车库或地下室车库，你如果给他弄得满地都是，还要再提水来清洗，这个会比较麻烦。所以重点就是刚开始补充冷却水的时候不要过高，等确定空气比较大量的空气都排放掉以后，我们再慢慢的把它补到那个正常的高度，再关水箱，这样会比较好。好了，那这个就是节温器更换完毕以后该做的检查跟如何去判断节温器是否有在正常工作的方法之一。那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